堂弟告诉我，他朋友加了一个网友小姐姐的微信，打开那小姐姐的朋友圈，里面居然是我的照片。也就是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建了个微信小号，用我的照片冒充自己。收到堂弟发来的消息，我正在上选修课，点开他发过来的照片，我发了个问号过去。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给我发了一张我的照片？姐，这是你的照片吧？他问我。废话，不认识你姐了，我回他。照片中的我化着淡妆，对着镜头微笑比耶，虽然浅开了一点美颜，但真不至于认不出来。然后堂弟就给我发了一大段文字，我扫了一眼，顿时严肃起来。堂弟说，这张照片是从别人的朋友圈看到的。他的朋友小兰之前打游戏认识了一个小姐姐，因为她技术好，天天带小姐姐上分，后来终于加到了小姐姐的微信。小兰整天跟他们嚷嚷着自己恋爱了，因为她的小姐姐人美声甜。堂弟他们几个朋友就起哄，说他别被骗了，说不定对方是个抠脚大汉。小兰就说不会，她看了小姐姐的照片，可好看了。他们几个人就说照片发来看看，小兰就去找，然后很懊恼地告诉他们，对方设置朋友圈仅3天可见，已经过了3天了，看不到了。他还很后悔，说早知道就把照片保存下来。堂弟他们也没当回事，觉得有可能小兰在吹牛，根本没有什么照片，她只是在朋友面前逞强而已。不过很快，朋友们就发现小兰可能不是吹牛，因为她真的陷进去了。她天天带她的小姐姐打游戏，还给小姐姐送了很多皮肤。堂弟他们都劝小兰理智，不要被网骗了，但小兰就是不听，单方面为小姐姐痴狂，成了小姐姐的舔狗。每天小兰都是秦姐姐长秦姐姐短，把秦姐姐挂在嘴边，因为那个小姐姐的网名叫晴天。今天小兰忽然在群里发语音狂吼，说她的秦姐姐又发照片了。群里的人都叫着赶紧发过来，在小兰的影响下，他们也确实都对这位秦姐姐产生了好奇。很快，小兰发了一张照片在群里，群里刷刷刷全都是流口水的表情包，有人表示果然好看，怪不得小兰沦陷了。而我堂弟却看着那张照片愣住了，因为他认出来了，照片里的人是我。姐，我刚去看了你的朋友圈，你昨天发的一组照片里就有这张小兰的那个秦姐姐，不会真的就是你吧？堂弟试探着问我。滚！我不打游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气道。也是，从来没见你玩过游戏。堂弟回复。你让那个朋友把这个晴天的朋友圈给我截个图。我说。很快，一张截图发了过来，对方的头像是个可爱的卡通形象，名字叫晴天，朋友圈仅设置3天内可见。最近一条朋友圈是昨天晚上发的，发出来了6张照片，跟我的一模一样。前面5张是拍的桌上的美食，最后1张是我的照片。昨天我们宿舍4人一起出去吃了火锅。期间拍了不少照片，有自拍也有互相拍，有单人照也有合照。我不是个喜欢展示自己生活的人，平时很少发朋友圈。昨天晚上他们3个人都发了朋友圈，我也就跟风发了一个。我的朋友圈是9张图，除了那5张美食和我的自拍，其他3张是我跟舍友们的合照。那个晴天的朋友圈没有这3张合照，他发的文案都跟我一模一样，突然好想吃火锅。截图里下面那个小兰评论，姐姐我请你吃火锅。听堂弟说，昨天小兰给她的秦姐姐发了500块钱的红包，也就是说，这个秦姐姐不仅用我的照片骗人，还骗钱。我皱起了眉头，这个性质就恶劣了。打开微信通讯录，我扫视着里面的一个个名字，陷入了沉思。这个坏人到底是谁？思思，发什么呆呀？下课了，旁边的张诺用手肘碰了一下我，我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老师已经离开了教室，其他同学也都在收拾东西，教室里吵吵嚷嚷的。我赶紧背起书包，跟张诺一起朝教室外走。张诺是我的室友，一个性格活泼、有些大大咧咧的女生。我们俩一起选了这门选修课，晚上来上课也有个伴。此刻她好像很着急，拉着我急匆匆走着。晚上刚下课的校园里到处都是学生，不经意连续撞到2个人后，我挣脱了张诺的手。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啊？我们也不赶时间，我站在原地不动。我赶时间啊，回去跟姐妹开黑。张诺又急着来拉我的手，被迫跟着张诺小跑，盯着他的侧脸，我思绪翻飞。昨天吃火锅的场景在脑海里重现，张诺是第一个拿起手机拍照的，然后我们才跟着开始自拍又合照。吃饭的时候，他们3个都开始发朋友圈。思思，你怎么不发呀？张诺随口问道。于是我也发了个朋友圈。看着眼前急着回去打游戏的短发女生，我忍不住怀疑，会是她吗？一进宿舍，已经躺在床上的谭雨静就开始催促，快点，就等你呢。她是在催张诺。最近他们3个晚上经常一起开黑。另一位舍友刘小飞也迫不及待，刚才我们俩都连跪3把了，就等你带飞呢。张诺是3个人中游戏技术最牛的，在他俩的催促下，匆匆洗漱完毕，还没上床就先把游戏打开了。
耳边是他们三人时而紧张，时而呼救，时而国骂的游戏吵闹声。我躺在床上，还在想昨天吃饭的画面。会是张诺吗？第一个拍照的是他，提醒我发朋友圈的也是他。因为我平时很少发朋友圈，一年基本不会超过5次，上一次发还是2个月前，还没配我的自拍照。如果小兰没说谎，上次她确实看到了那个晴天发的照片，那就应该是半年前我发的朋友圈，那里面有我的一张照片。看到我这么长时间没发照片，所以张诺故意拍照，然后提醒我发朋友圈。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确有些可疑。我正乱想着，耳边忽然传来刘小飞的叫声：“靠，夹子！”这声音也太恶心了吧！谭雨静说：“什么夹子呀？”我好奇问道。谭雨静跟我解释，就是有的人故意夹着嗓子说话，听起来很嗲。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我又问。因为有些男生就喜欢听这种嗲嗲的声音啊。反正在游戏里又看不到脸，用这种夹子音可以勾引野王。刘小飞跟我科普，野王就是游戏打得很好的人，大多数是男生，好多女生都能靠夹子音抱上野王的大腿。我们家诺诺也是野王。谭雨静笑嘻嘻，我和小飞天天抱他大腿。那诺诺会夹子音吗？我忽然想到堂弟提到的，小兰说她的晴姐姐人美声甜，张诺平时的嗓音偏粗，还有点暗沉，如果想达到声甜的效果，是不是就要夹着说？刘小飞哈哈笑起来，他那粗犷的嗓门怎么夹得起来？别把小哥哥吓到了，我还是不想放弃，嗲着嗓子道：“诺诺，人家想听你夹嘛，你夹一个给人家听听。”我也要听。另外2个家伙也起哄起来，没那本事。张诺冷淡拒绝。要不我们每人都夹一遍，这样就公平了。我提议，刚才我已经夹过了，现在轮到你们了。谭雨静和刘小飞可能也想听张诺的夹子音，他俩都很配合的夹了几句。老实说，他俩夹的还都挺好听。我要是个男生，我也喜欢听。轮到张诺了，他看实在推辞不过了，只能乖乖配合。哥哥，人家想要蓝。他刚说完，我们几个都破口大笑。这哪是什么夹子音嘛，分明是可爱的小学生嘛。我尽力了，这是我能夹的最大程度了。张诺无奈道。小学生的声音应该达不到小兰说的声甜的程度。张诺身上的疑点瞬间没了，我不禁责怪自己太敏感了，连舍友都怀疑。上大学以来，我和其他3个舍友的关系都处得挺好，主要是大家性格都随和，没什么作怪的人。而且我的微信好友有300多个，也就是说，能看到我朋友圈的有300多个人，里面还有不少只见过1、2面的不太熟的人，那些人才更可疑吧。早上我们4人一起出宿舍楼，刚到楼下，谭雨静就拍了一下我，示意我看前面。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高高帅帅的男生，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陈丽书迈开长腿朝我走来，将手里的袋子递给我。我给你们买了早餐。他声音温和。不用，你自己吃吧。我赶紧拒绝。然而谭雨静却一把接过了袋子，笑道：“谢谢啦，陈帅哥。陈丽书是和我们同级的化学系的学生，最近在追我。”一次，我和谭雨静在食堂吃饭时，他端着汤不小心撞到了我身上，汤洒了我一身。他当时窘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我主动开口说没事。反应过来的他连连道歉，坚持要我把弄脏的衣服送去洗衣店，还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事后我自己把衣服用手搓了搓，洗干净了。他知道后，居然跑去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赔给我，行为有些憨，但却讨喜。认识之后，我们的联系就慢慢多了起来。陈丽书对我有好感，身边的人都能看出来。主要是他这人太直白了，追求的方式简单笨拙，每天早上在楼下等我，给我们宿舍送早餐。我拒绝了多次，他依然坚持。他发微信约我去图书馆、去食堂，给我买礼物。说实话，我有些心动了。主要是陈丽书长得还行，外表俊秀，性格斯文沉静，是我喜欢的类型。关键是他好像跟我有默契，每次送我的礼物我都很喜欢，虽然不贵，但都是我感兴趣的。而且他的很多爱好，比如爱看的电影类型、喜欢的作家等等，都跟我不谋而合。和他聊天很轻松愉悦，和他相处很舒服自在。至于为什么还没有答应他，主要是女孩子的矜持吧。我从来没谈过恋爱，第一次总是会小心翼翼。我想着再等等吧，不过也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答应他的。陈丽书将我们几个送到教室门口就走了，他自己也有课要上。如果没课，他一般会陪我一起上课。他会坐在我们4个后面，安安静静陪着上完课，中途会很自觉地不打扰我们。这种安静的陪伴让人觉得很踏实，因为脑子里一直在想着那个盗用我照片的人。一向认真听课的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走神，不把这个事情解决，我想我是没心思做其他事了。忍不住偷偷拿出手机，在课本的掩盖下，我给堂弟发微信。我问他有没有告诉那个小兰，他发的照片里的人是我。
堂弟说还没有，他怕说了以后小兰会去质问那个晴天，说不定对方就会把小兰拉黑删除，以后就联系不上他了，想找出他是谁就不容易了。对，不能打草惊蛇，这是绝对不能让晴天知道。我觉得吧，这个堂弟虽然平时挺傻，但关键时刻还是有点脑子的。我说让他把真相告诉小兰，但是叮嘱小兰一定要保持镇定，要装作若无其事，千万不能让那个晴天察觉。我的想法是将小兰拉到我的阵营，然后通过微信聊天慢慢跟那个晴天套信息。如果他能透露出什么关键信息，说不定我就能依次找出他是谁了。很快，堂弟给我回消息了，他说小兰快疯了，他不相信。我堂弟当着他的面打开了我的朋友圈，给他看了里面我所有的照片。小兰愣住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红着眼睛对我堂弟说要来见我。他说要看到了我的真人，证明我就是照片里的人，他才相信晴姐姐在骗他。我堂弟很无语，说那是我亲姐，我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我能骗你？可是小兰还是坚持说要来见我一面。堂弟很无奈，发消息问我可不可以。我说行。堂弟在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他和小兰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同学，他们比我小一级，正在上大一。周末他俩坐高铁过来了，我去高铁站接他们，见到我的那一瞬，小兰呆住了。他愣愣看了我很久，眼睛里有委屈也有落寞，自言自语道：他骗了我。我也有点尴尬，安慰他没事，还好及时发现了。他又侧头看了我一眼，你不是他，你们的声音不一样。哎，看来这孩子对那晴姐姐用情很深啊。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里，默默吃完饭，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我看小兰的脸色已经没那么难看了，轻咳了一下，问能说说你们俩认识的经过吗？小兰的情绪已经恢复了，语气平静，大概是半年前吧，高考完的暑假，我打游戏的时候匹配到她。他的声音很好听，我就加了他游戏好友。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玩游戏。我听堂弟说过，小兰打游戏很厉害。高考完后，他就开始接一些陪玩和代打的单子，给自己挣了不少零花钱。能讲一些你们认识之后发生的事吗？越详细越好。我说，我想看看能不能从一些细节上猜测关于那个人的身份信息。小兰拿出自己的手机，将微信打开。姐姐，我和他的聊天记录都在里面，你自己看吧。我开始认真浏览他们的聊天记录。小兰是真的爱晴姐姐，把他们的聊天记录都完整保留着，没舍得删一句话。不过那个晴天还真是个谨慎的人，从这些聊天记录里根本看不出关于他身份的任何信息。他只告诉了小兰他在这个城市念大学，其他任何信息都没透露。看完这些聊天记录，我很吃惊，没想到小兰居然给那个晴天赚了这么多钱。一开始小兰只是在游戏里给晴姐姐送皮肤，后来在晴姐姐的各种暗示下，小兰开始直接给她转钱。不仅有各种节日的红包，还有请吃饭、请喝奶茶、给买衣服饰品的红包，大大小小的红包加起来，数额居然高达3万多。你这么有钱，抱歉，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念头。要知道，我的土狗堂弟每个月生活费也就2000块钱，因为我小叔说了，男孩子要穷养，不够花他就自己兼职去挣。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爸说了，女孩子要富养，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可富裕了，还担心我钱不够用，时不时给我发红包。所以堂弟就经常跟我哭穷，看在我和他从小到大的姐弟情分上，我会在他过生日或其他节日时给他买一些他舍不得买的电子产品作为礼物。因为堂弟经常卖惨，导致我的印象中大学男生都和他差不多。这个小兰看着穿的挺朴素，居然能在半年里给人转3万多。反正我堂弟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他每个月不到月底就把生活费花完，然后找我接济。莫名的，我有种庆幸的念头，以后不用担心傻堂弟被网骗了，因为他穷啊，他连在网上找对象都找不到。姐，我不跟你说了吗？小兰做陪玩和代打挣的不少，经常请我们吃饭呢。堂弟说，这年头陪玩都这么挣钱了。我看了眼小兰，深藏不露啊。不过有人用我的照片骗钱，虽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却生出一种愧疚感。我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人找出来。看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我忽然想到一个念头，对小兰说，要不你跟晴天说，你来到他的城市了，想给他一个惊喜，约他出来见面。他又不傻，怎么可能出来见面？那不穿帮了吗？堂弟翻了个白眼。那你就说给他带了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想当面送给他，暗示那个礼物很贵。我继续出主意。小兰点了点头，开始在微信里一通输入。很快对方就回消息了，那位晴天居然说他老家有事，前2天请假回去了，很抱歉见不到面了。果然很谨慎，他还表达了遗憾，说不能收到小兰的礼物了。我拿过小兰的手机给晴天发信息，让他给个地址，说回去后把礼物寄给他，并且发了个大牌包包的照片过去。
那边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可能是挣扎了很久吧。然后他回复了消息，虽然很喜欢，不过姐姐也不能随便收你这么贵的礼物啊，你可以把包包送给你妈妈，她一定会很开心的。为了不透露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居然连这么贵重的礼物都能拒绝，这个晴天真不是一般的小心谨慎。而且看看他说的什么话，这道行不一般啊！什么叫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之前的那些红包不是他收的，而且眼看拿不到礼物了，还劝小兰把包送给他妈妈，多有孝心的女孩啊！怪不得小兰这个纯情男孩被他骗得团团转。似乎是接受了自己被骗的真相，小兰也不再纠结了。她把自己的微信账号和密码直接给了我，说我可以随时登录她的微信，模仿她的语气跟晴天说话，看她后面能不能套出点有用的信息。吃完饭，他俩直接买了高铁票，当天下午就回去了。刚回到学校，我接到了陈丽书的电话，她说买好了电影票，约我晚上去看电影。我答应了。我对陈丽书是有好感的，我喜欢她的性格，温文尔雅，绅士礼貌。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属于含蓄慢热型的，虽然也喜欢她，却总想保留一点女生的矜持，总觉得太快答应了，不符合我淑女的人设。我想再坚持一下吧，到了元旦我就答应她的追求，跟她在一起。新年的第一天，作为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也挺有仪式感。看完电影，陈丽书送我回宿舍，在宿舍楼下，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送给你。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副蓝牙耳机。我咬牙，你是不是收买了我舍友？哼，这群叛徒！昨天晚上我洗脸时忘了取蓝牙耳机，一边的耳机不小心掉进了水里。这件事只有宿舍的另外3人知道。这几个家伙几顿早餐就把他们收买了，太让我失望了。耳机我还是美滋滋收下了，这种被人关心照顾的感觉还不赖，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谈恋爱。上楼梯的时候，我开始盘算着买个什么礼物回送给他。自从心里暗暗决定要答应陈丽书的追求后，这段时间他送我的几个小礼物我都收下了。一方面是这些礼物都不贵，在学生的承受范围内；另一方面，每次收了他的礼物，我都会回送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我还挺享受这种动脑筋想对方会喜欢什么，花心思给对方挑礼物的感觉。一回宿舍，谭雨静就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春风满面啊，去约会啦？什么约会啊？我还没答应他的追求呢。我反驳，不是说了元旦答应吗？谭雨静打趣，我说你都准备跟他在一起了，还非要挑日子吗？早点享受甜甜的恋爱不好吗？我后悔了，早知道不跟他们说我元旦准备脱单的决定了。洗漱完毕，我们各自躺在了床上。刘小飞忽然问我，思思，我看好多同学恋爱后都搬出去同居了，你以后不会也要搬出去吧？快乐的生活就要来了，激不激动？说完，他还发出 LSP 猥琐的笑声。不要啊，思思，你不能抛弃我们！张诺夸张地叫起来。怎么可能？我才不会跟他同居呢！我语气坚定道，毕业之前我是不会跟他越界的。也是，咱思思是乖乖女，不会做出格的事。刘小飞似乎有些遗憾地咂咂嘴。思思，虽然我也相信你，我是说万一哈，小情侣嘛，一时情动刹不住车了，也不是没可能。作为姐妹，我一定要提醒你，做好安全措施。一旦怀孕了，后果不堪设想。谭雨静用认真的语气说道。我觉得她是真的为我着想，虽然我相信自己的自制力，确定那种事情不会发生，但还是从心里感激她。我知道。刘小飞却来劲了，问谭雨静，哎，姐妹，为什么你要用这种过来人的口气说这话？是你亲身经历过什么事吗？说出来我们听听。谭雨静叹了口气，不是我，是我表姐。接下来她向我们讲了发生在她表姐身上的故事。简单概括就是，谭雨静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表姐，长得漂亮，学习又好，从小到大都是让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是上高中时，这个表姐却偷偷恋爱了，甚至跟男朋友发生了关系。快到高考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流产手术，表姐高考发挥失常，只考了个2本。这个故事听得我们一阵唏嘘，纷纷感叹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又抱怨了一番男女的不公平。发生这种事，受伤害的总是女方，男的却可以毫发无损。夜已深，宿舍里慢慢安静下来，我们也该睡觉了。万籁俱静，我钻进被窝里，打开手机，登录了小兰的微信，点开晴天的对话框，我发消息过去，问她要不要玩游戏。她很快回复了我，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玩。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小兰，说晴天晚上会跟她玩游戏。我说让她在游戏时尽量鼓动晴天开麦，她就把对方说的话录下来。虽然晴天很可能是夹着嗓子说话，而且游戏录下来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也会有偏差，但说不定我能从变质的声音里听出熟悉感，进而分辨出来这人是谁。如果是周围很熟的人，哪怕是夹子音也能听出来的。不过小兰告诉我，可能对方真是个大学生，因为自从开学后，晴天跟他打游戏都是晚上，而且从来不开麦，说是会影响舍友睡觉，只有放假时晴天才会开麦。
果然，晚上11点半，我躺在床上，收到小兰发过来的消息。她说晴天已经开始跟他打游戏了，对方不肯开麦。我叹了口气，如果对方真的只有放假才开麦，我也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人揪出来。一想到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就寝食难安。小兰说，对方的游戏属地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错。黑夜里，我的思路忽然清晰起来。如果被动等着对方露出马脚，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可以主动出击呀！心神一震，我开始认真分析起来。我的微信好友乍看之下似乎很多，有从小到大的同学们，有亲戚朋友们，有高考后兼职认识的同事们，还有曾经在培训班加的老师同学。想要验证晴天到底在不在这个城市，其实很简单，只用把这些好友做一个简单的分类。一类是和我同一个城市的我上大学才认识的老师同学，一类是老家认识的人。我心里有了主意。早上起床，我坐在桌前开始化妆。张诺啧啧称奇，这样恋爱的人就是不一样了呀，都知道化妆了。刘小飞也满意的点头，早跟你说了，白白放一套那么贵的化妆品在那里落灰，简直是暴殄天物。你都不知道，谭雨静好几次都想把你的化妆品抢回来据为己有，她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谭雨静煞有介事的点头，我不仅嫉妒你有大牌化妆品，还嫉妒你皮肤白皙五官精巧。思思啊，你这样的白富美简直要逼死我们这些平凡女。另外两人也连连附和，没法活了，没法活了呀。在他们的打趣中，我化完了妆，拿出手机开始自拍。去上课的路上，张诺惊呼，思思，你发朋友圈了，也不怪他这么大惊小怪，实在是他们对我不爱发朋友圈的印象太深刻了。对呀，好不容易化个妆发出来炫耀一下，我笑着点头。刘小飞写我是发给某位陈姓帅哥看的吧，他们都以为我发朋友圈是给陈丽书看的，就让他们以为我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要谈恋爱了吧。因为接下来我可是要频繁的发朋友圈了。有了对象的女生想把漂亮的一面展示给对方看，这点改变也能理解不是吗？我想要的结果很快就来了。上课的中途，小兰给我发消息说晴天发朋友圈了。我立马登录她的微信，点开晴天的朋友圈，熟悉的9宫格照片映入眼帘。这个晴天把我的9张照片原封不动地搬走了，连文案也一样。好不容易撸个妆，当然要拍照啦。这下我可以确定了，晴天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大学同学，因为我这条朋友圈选择了分组，只有上大学以后认识的人才能看到。我平时的活动基本就在学校内，没有加校外的人。上大学后新加的朋友，除了老师就是同学，老师的可能性很低，剩下的就是周围的同学们了。同学们也可以简单分2类，一类是同班同学，一类是加入社团或在其他活动认识的各种同学。接下来我会再发一条有自拍的朋友圈，仅设置为同班同学可见。如果那个晴天一样照发了，说明他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反之就不是我们班同学。用这种分组发朋友圈的方法，我可以一步步缩小范围，直到找到那个人。周5的晚上，谭雨静要去参加老乡会，我想着又有借口梳妆打扮，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了，就吵着要跟他一起去。谭雨静没同意，说这是仅限老乡参加的，不能带同伴。等他走了，我偷偷跟了上去。哼，别以为我没看出来，刚才有一瞬间，谭雨静的眼神闪过一丝心虚。他肯定有事瞒着我，难道他的老乡里有一个他暗恋的人？那我就更不能错过了，八卦是人类的天性。再说想偷偷恋爱，没门。陈丽书追我的时候整天被他们打趣，现在也该换个人出来受折磨了。一路跟着谭雨静来到大学生活动中心，我畅通无阻地走了进去。就知道他说不准带同伴的话是骗我的，不然怎么连个看门的都没有。大厅里布置得挺像样，墙上、屋顶上贴满了彩色的气球和花带，一排排的长桌上摆满了零食、水果和饮料。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聊天，有人打闹。这个老乡会办得还挺热闹的嘛。我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在人群里寻找谭雨静的身影。终于在大厅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他。果然，他正在和一个身材高瘦的男生交谈。男生背对着我，看不到面貌。谭雨静站在他对面，身体基本被他遮挡，只露出衣服的一角。我就知道这丫头也要恋爱了。我偷偷摸摸走到他们身边，忽然跳出来，大声叫道：“哈哈，被我抓到了吧！”正在交谈的2人被我吓了一跳，脸色巨变。看到男生的脸，我也懵了。陈丽书，你怎么在这？谭雨静愣了一下，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思思，我才知道，原来陈丽书跟我是老乡，我们居然是同一个县城同一所高中的，只不过我学文他学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刚才碰到他了，一问才发现。”是吗？这要巧，我也很惊讶。我没问过陈丽书是哪里的人，他也没主动跟我说过。原来他俩竟然是一个地方的，这么有缘分，当然要一起吃顿饭了。从老乡会出来，我们3个一起去了学校外面的餐厅。
吃饭前，我拿出手机拍了食物，又自拍了几张。谭雨静笑我，又要发朋友圈了吧？你现在果然变了，看来爱情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啊！说完还刻意看了眼陈丽书。陈丽书很无奈，丝丝害羞，你别老打趣他。还有，我明明点的青菜，怎么盘子里的菜变成狗粮了？谭雨静委屈道，我不要吃狗粮。我抬头，正对上陈丽书的眼神，赶紧不好意思地看向别处，感觉有粉红色的泡泡在空中炸开。回到宿舍，我登录小兰的微信，果然晴天又发朋友圈了，就在刚才，比我的朋友圈晚了10分钟，内容还是一样的。这条仅同班同学可见的朋友圈让我确定，这个晴天就在我们班。接下来的1周，我隔2天发一条带自拍照的朋友圈，毫无例外，每一条都被那位晴天同学原封不动地搬运了。范围越来越小了，我的心却越来越紧张了。此刻，我坐在宿舍里，看着晴天最新的一条朋友圈。这是我今天上午发的一张我在教室的自拍，他是中午发了同样的内容。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我却一下子被抽走了勇气，犹豫着不敢再进行下一步了。因为这条朋友圈仅我的舍友可见，那个盗用我照片的晴天就是我3个舍友之一。张诺，我上次怀疑过，可是他那小学生的夹子音让我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现在我对他的怀疑是3个人中最小的，因为张诺本身游戏技术很好，被另外2个舍友称为峡谷女野王，是他俩抱的大腿。而小兰说过，那个晴天技术很菜，经常让他带着上分。那么谭雨静和刘小飞，谁才是那个隐藏在暗处的人？上大学1年半时间，每次听到别人抱怨舍友奇葩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遇到了3个性格很好的舍友，大家相处融洽，从来没有争吵过。可是我却不知道，原来人可以这么会伪装，表面一副模样，暗地里还可以有另一副模样。一整天我都心事重重，没心思跟他们开玩笑。晚上我借口困了，很早就躺在了床上。熄灯后，宿舍陷入沉静。这时我的微信响了，打开一看，是小兰发过来的，说晴天邀请她一起打游戏。我一激灵，从被子里探出了头。宿舍里一片安静，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天气已经变冷了，大家盖的被子都很厚。其实躲在被子里玩游戏的话，被子捂得严实，外面是看不到光亮的。等等，我眨眨眼，从床上坐起来，蹑手蹑脚踩着阶梯下了床。我的动作很轻，没有任何人发现我已经下了床。我踮起脚尖，慢慢朝着那一点点被子里透露出来的光亮靠过去。当我悄悄爬上床后，忽然伸出手将被子掀开，露出一张惊慌失措的脸。思思，你干什么？你差点吓死我了！刘小飞猛地从床上惊坐起来。如此慌乱的情况下，他还能快速地将手机藏在身后。黑夜里，我只看到格外亮的手机屏幕一闪而过，来不及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小飞，你在干嘛？我盯着他的眼睛。你管我在干嘛？刘小飞明显有些心虚，半夜3更跑别人床上，我被吓出病来了，你负责呀？你在打游戏吗？我接着问。对呀，我打游戏，怎么了？刘小飞打着哈哈。你们在干什么呀？旁边床上的张诺也醒了，声音带着没睡醒的迷糊。思思，你怎么跑到小飞的床上去了？我就是看到他床上有光亮，想看看他在偷偷做什么。说着，我爬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思思，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真的很容易吓到人。谭雨静也醒了，语气很认真。知道了，我以后不会了。小飞，对不起，我态度端正的道歉。算了，没啥事，睡觉吧。刘小飞大气说道。第2天就是元旦了，学校放假，我们宿舍几个人都是外省的，3天假都没有回去。放假第1天上午，谭雨静约大家一起去逛街，我和张诺答应了，可是刘小飞却死活不去，说要在宿舍补觉。我们看实在拉不动他，也就不勉强了。走到宿舍楼下，我猛地顿住，哎呀，我耳机忘带了，你们等我一下。说着不理他俩的抱怨，转身朝楼上跑去。到了宿舍门口，我蹑手蹑脚，悄悄地将门打开一道缝，侧着身子溜了进去。垫脚看了看，刘小飞果然趴在床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手机。我再一次偷偷爬上他的床，出其不意地扑了过去。啊！我俩同时尖叫出声。他是因为我的突然出现被吓了一跳，我是因为看清楚了他手机上的画面被辣到眼睛。你这看的什么呀？我捂住自己的眼睛。你不是看到了吗？刘小飞破罐子破摔，把手机拿到我面前。感不感兴趣？我这有各种资源，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都可以发你。我看污视频的又不是我，为什么我的脸烫到要爆炸？所以昨天晚上半夜你在床上是在看这个？我问。对呀，他干脆承认。那你干嘛要躲呀？还骗我说在打游戏，我没好气道。那不是怕破坏了我在你们心目中的纯洁形象吗？他假装不好意思。你个 LSP 哪来的纯洁形象？心里没点数吗？我瞪他一眼，关上宿舍的门，跑了出去。
商场里到处都是大红色的装饰，节日的氛围很浓。我拿出手机开始拍照，还站在好几个不同的装饰布景前，让他俩给拍了很多照片。我迫不及待的又开始发朋友圈了。我发了3条朋友圈，每条里面配一张自己的照片，分别仅对他们3个可见。刚发完朋友圈，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声哎呀的声音。怎么了？我抬头朝他俩看去。完了，我手机摔坏了。张诺从地上捡起手机，却发现已经无法开机了。怎么掉地上了？我问。光顾着拍照，手机没拿稳。张诺语气里满是懊恼。我得找个地方修手机。于是我们3个只能回学校，找到一家修手机的店。店员告诉张诺，手机要晚上6点左右才能修好，让他到时候再来拿。回宿舍吃完午饭，我开始午休。一觉醒来已经5点半了，快到了和陈丽书约定的时间。我赶紧打扮了一番，在他们几个的打趣声中，出门去赴陈丽书的约。他约我在学校对面的西餐厅共度晚餐。坐在餐桌前，我一边和陈丽书聊天，一边登录小兰的微信，打开晴天的朋友圈，发现她并没有更新。想到张诺摔坏的手机，我陷入了沉思。思思，想什么呢？陈丽书打断了我的思考，沮丧道：“你坐在我对面走神，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对不起，我赶紧道歉，我不该想别的事。没事，他轻笑起来，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温柔和包容。这种眼神，谁顶得住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相信我那几个叛徒舍友早就告诉他了，我准备在这天答应他的追求，所以他等会一定会再对我表白一次。牛排、红酒、烛光，陈丽书这一餐准备得很有氛围。我俩交谈得很愉快，看得出来是他在主动找话题。不知道是不是害羞，还是有其他安排，吃饭的途中，陈丽书一直没有在表白。那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想当你的女朋友，那就再等等吧。吃完饭，陈丽书也没说要走的话，只是一直焦急地看向餐厅门口。我心里有数了，他肯定是有什么计划。于是我也不着急了，开始欣赏他不断拿出手机发消息的焦急模样。我也好整以暇地拿出手机开始玩。刷了一会儿手机，对面的陈丽书终于一脸惊喜地站了起来。顺着他目光的方向，我看到了我那3个怨种舍友，他们3人笑得一脸灿烂，每人手里抱着一捧玫瑰花。走到我面前，他们轮流把手里的玫瑰花递给我。好家伙，3大束玫瑰花，我差点没抱住。陈丽书深情地看着我，思思，99朵玫瑰花代表我对你长久的爱，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一脸害羞地点了点头。3个舍友簇拥过来抱着我，送上祝福。思思，恭喜你再也不是单身狗了，好好幸福下去呀。他敢欺负你，我们就让他好看。最后一句话是谭雨静说的。作为陈丽书的老乡，他很有底气地拍了对方一下。听到了没？敢做对不起我们思思的事，我就回老家散播你的坏话，让你无家可归。说着还很凶地瞪了瞪他。陈丽书笑着说，能追到思思我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欺负他？好啦，不要打扰人家的2人世界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应该自觉滚蛋了。张诺笑着说。他们3人离开了，顺便带走了我抱不下的玫瑰花。晚饭后，时间还早，陈丽书带着我在外面瞎晃悠。经过一家奶茶店，他主动跑过去给我买了一杯奶茶，还很贴心地将吸管插好。不过他可能很少喝奶茶，不小心用力过猛，插出了一个很大的豁口，奶茶都溢出来了。他一脸抱歉地将奶茶递给我。没事，我笑着接了过来，立马喝了一口，笑眯眯道：“真甜。”走了一会儿，我指着路边一个卖爆米花的小车说：“我想吃那个。”好，我去给你买。陈丽书说着跑了过去。爆米花还挺受欢迎，小车旁边围了一群人。等了好一会儿，陈丽书才带着爆米花过来。丽书，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吃饭时喝了点红酒，我的头晕晕乎乎的。我扶着脑袋说：“是吗？那我送你回去吧，早点休息。”陈丽书跟我道歉，早知道你酒量这么浅，就不准备红酒了。晕眩感越来越强烈，我整个人直接靠在了陈丽书的身上，在她的搀扶下朝前走着。经过一家快捷酒店时，他直接扶着我朝大门里走。丽书，这里不是学校，我虚弱地说着。你现在状态不好，应该赶紧休息。陈丽书说，我先开个房，你躺一会儿，等精神好了，我们再回学校。好吧，我点头。在前台开了房间，陈丽书扶着我朝里面走。到了房间，他直接将我放倒在床上，整个人扑了过来。你走开，我推他。思思，我喜欢你，我会对你好的。说着，他趴到了我身上。我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虽然浑身使不上劲，但还是阻止了他的动作。他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阴狠。你还没洗澡，我嘟着嘴，身上臭臭的，我不要你碰我，不然我还咬你。陈丽书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哄着我，好，我现在去洗澡，思思等我哈。等陈丽书关上了洗手间的门，里面响起了哗啦啦的水声，我立马清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掏出手机，我镇定地打了报警电话。
等陈丽书从洗手间出来，看到好端端坐在那里的我，她愣住了。她半天说不出来话。我什么？我怎么没晕过去是吗？我歪着头看她。陈丽书，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她居然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思思，你听我解释，我只是太爱你了。她啪啪啪扇了自己几巴掌。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那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出这种主意的？我慢悠悠道，只要你态度好，说不定我就原谅你了。之前的事也可以不追究。是谭雨静，他说你很保守，只要得到你的身体，你一定会对我死心塌地。陈丽书立刻把对方出卖了。谭雨静，真的是他。想到他们两个老乡的关系，还有我和陈丽书第一次碰面的场景，我有了某些怀疑，问他是不是你一开始追我也是他的主意。陈丽书承认了，是他跟我说你长得好看又有钱，性格还温柔，让我追你。我们第一次在食堂碰面，就是他让我故意把汤洒在你身上的，说是创造认识的机会。我想起了第一次遇到陈丽书的画面，谭雨静刚好就跟我在一起，原来一切都是他策划好的。你们两个之前就认识？我问。陈丽书犹豫了一会，才说以前上高中时我跟他表姐谈过，但我之前没跟他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上大学后，他主动找到了我，让我追你。他跟我说你的爱好，你的性格，给我出主意让我怎么追你。难怪陈丽书一言一行送的礼物都那么合我的心意，像是这个人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一样。我之前还在庆幸找到了一个懂我的人，原来是谭雨静在背后帮他作弊。谭雨静和我相处了1年多，我对他从没设防，他怎么会不清楚我的习惯，不知道我的爱好？有他帮忙，我当然对陈丽书处处满意。等等，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谭雨静跟我们讲过的她有个表姐高考时怀孕的事，你就是那个让她表姐怀孕的男朋友。我问陈丽书，谭雨静跟你说过这事？陈丽书表情狰狞，臭娘们，她答应了我不跟你说的。思思，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她才做了2次，她就怀孕了，说不定怀的不是我的呢。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一直都眼瞎，这陈丽书哪里是什么斯文绅士，分明是个人渣禽兽。别的女生为了她怀孕，高考没考好，人生都毁了，她居然一点悔意和愧疚都没有，还妄图指责女生，甩锅给人家。原来这才是陈丽书的真面目。谭雨静早就知道她的为人，却把这样一个人推到我身边，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听到门外传来的声响，我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的陈丽书。我已经报警了，你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陈丽书一下子慌了，猛地窜出去，准备夺门而逃，却被刚好打开门的警察堵个正着。我把一直没有丢的奶茶杯递给了警察，让他们检测里面的药物成分。是的，我一直都知道奶茶里有迷药，自己只喝了一口，装晕罢了。陈丽书买完奶茶插吸管的时候，故意动作不熟练，插出了很大一个豁口，她趁机将迷药放了进去。动作很快，但因为我早有预料，所以看得清清楚楚。我装作毫不知情，喝了一口奶茶后，又故意让他去买爆米花，趁机倒掉了奶茶。等他买爆米花回来时，奶茶已经只剩1个底了，他还以为是我喝光了。我假装晕乎，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陈丽书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他居然想迷奸我。这种违法的事，他做起来甚至没有一丝犹豫，可见心思有多阴暗。后来奶茶里检测出了迷药成分，证据确凿。陈丽书又攀扯出了谭雨静，因为迷药是他买的，两人是合伙作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判决下来之后，我去见了一次谭雨静。为什么？我问他，他没有回答我，只是冷笑，算你走运，居然让你看到他下药的过程。这个陈丽书真是蠢笨如猪。如果不是事先预料到他要做坏事，以他那么快的动作，我是不会看到他下药的。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你事先知道他要下药。谭雨静终于露出了一点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你把药递给他的呀，虽然不确定的是迷药，但我能猜到8成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肯定要对我做坏事，所以后面就一直警醒着。我说，你看到了我给他递药？谭雨静皱着眉头，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拍了一下他，动作很隐秘，你不可能察觉的。那时候我刚答应陈丽书的追求，他们3个给我送完祝福，谭雨静去拍了拍陈丽书，威胁他以后不能欺负我。我点头，你做了很平常的动作，递药的动作也确实隐秘，如果不是事先发现了你的为人，我当然不会留心你做了什么。你看张诺和刘小飞，他们不就没发觉你给陈丽书递了药？因为他们对你没防备，根本不会朝那方面想。也就是说你对我有防备了？谭雨静问。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对你？你还有一个微信吧，名字叫晴天，盗用我的照片发朋友圈，在网上骗别人，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我问。他眯起了眼睛，你居然知道这事？因为你运气不好，加的网友刚好是我认识的人，他把你的朋友圈截图给我看了。我只知道有人在盗用我的照片，不知道那人是谁，后面是一步步是出来的。我说，你也知道，我最近发朋友圈很频繁，就是为了找出那人是谁。
这些朋友圈都是分组发的，慢慢缩小范围。我没料到的是，后来范围缩小到只剩我们宿舍了。所以你什么时候确定是我的？谭雨静的眼神闪了闪。我本来还在怀疑张诺，因为元旦那天我们逛街时，我发了3条朋友圈，分别仅对你们3个可见。一直到晚上，晴天的朋友圈都没有更新，刚好张诺的手摔坏了，我就以为是他，我深呼了一口气。可是到了晚上，跟陈丽书吃饭的时候，晴天忽然更新朋友圈了，我发现里面用的那张照片是仅对你可见的。我只是觉得元旦的那条朋友圈放在晚上发更有氛围感一些。谭雨静轻笑了下，早就知道你聪明，是我大意了。在你们捧着玫瑰花出现的前一刻，我就知道那个隐藏在背后的人是你了。所以当你出现以后，我就格外留意你，这才注意到你偷偷给陈丽书的东西。我看着她的眼睛，谭雨静，我自认为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每次你问我借衣服、借包包、借化妆品，我从来没拒绝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因为你优秀啊，优秀的让人嫉妒。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好，家里有钱，性格温柔，招人喜欢。凭什么？凭什么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知不知道，你光是站在那里就让我嫉妒的发疯。谭雨静咬牙切齿，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种外貌普通家庭一般的人有多难。我恨你轻轻松松就获得了一切，我恨上天的不公平，我想毁了你，就像你毁了你表姐一样。我问，是谁让她从小到大成绩好，亲戚长辈一句会就夸奖她，我妈恨不得天天把她挂嘴边。听说她谈恋爱了，你知道我多兴奋吗？大人口中的乖乖女啊，居然会早恋。我还偷偷去打听了那男生，他叫陈丽书，是个隐藏的渣男。我当然不会把真相告诉表姐，相反，我还鼓励她勇敢追求爱。我表姐成绩虽然好，但人比你蠢多了，还是个恋爱脑。我告诉她，陈丽书长得帅，成绩好，一定要抓牢，不然以后上大学了就被别的女生抢走了。她就跑去跟陈丽书睡了。说着说着，谭雨静扬起了嘴角，越来越兴奋。所以上大学后，你无意间碰到了陈丽书，她不认识你，你却说出了你表姐的事，威胁鼓动她来追我。我说出自己推测的真相。是啊，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跟我表姐一样讨厌。她喃喃道，我带着陈丽书偷偷看了你一次，她就迫不及待的要追你了。我让她稍安勿躁，等我摸清楚你的性格脾气爱好了，再对症下药。可惜了，你比我表姐聪明多了，比你优秀的人就要毁掉，你太可怕了。我冷冷道，好好在监狱里悔过吧。以后我会更加优秀，成为你只能仰望的存在，你这辈子注定比不上我了。你这种只会嫉妒别人的人，心思阴暗恶毒，永远只能当阴沟里的老鼠。在谭雨静疯狂愤怒的尖叫声中，我从容离开。人心深不可测，嫉妒让人癫狂。对待优秀的人可以羡慕，羡慕会让人努力上进。永远不要嫉妒，嫉妒只会让人心生毁灭。